床上的妻子被陌生男人亲吻，一旁的丈夫却一声不吭。突然间，时钟停止摆动，整个房间剧烈的震动。紧接着，一道光从妻子口中被吸出。当房间暗下来后，咖啡虚弱的跪倒在地。可这次他没有将黑色的虫子吐出来，而清醒过来的梅琳达竟然容光焕发，好像年轻了几十岁。他似乎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只觉得似乎在梦里见过咖啡，随后将自己佩戴多年的项链送给了他，希望这个大块头也可以平安幸福。保罗等人将虚弱的咖啡送回了监狱，接着便打开禁闭室放出波西。保罗说这是对波西折磨老戴做出的惩罚，如果波西把今晚的事情说出去，保罗也会宣扬他被吓尿的事。当波西穿戴好装备，一脸得意地走出禁闭室，大家便看出他绝对不会保守秘密。可当他路过咖啡的房门时，一把大手伸出来狠狠地抓住了他的脖子，众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。接下来咖啡不顾众人的阻止，将之前吸入的虫子全部吐进了波西的口中。等到咖啡做完这些之后，波西仿佛变了一个人，他目光呆滞，神情麻木，随后迈着木讷的步伐向前走去。当他路过疯子的牢房时，疯子也刚好醒了过来，对着眼前看着有些痴呆的波西破口大骂。波西没有说话，接着毫无征兆地掏出手枪，将所有子弹射向疯子，疯子一命呜呼。而躺在地上的波西则张开大口，无数小黑虫子从他口中飞了出来。保罗意识到这些都是咖啡做的，咖啡表示只有这样才能惩罚这两个坏人。见保罗依旧一脸疑问，咖啡便让他握住自己的手，亲眼去看看事情的真相。那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两个小女孩在草地上愉快地玩耍。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正是那个变态疯子。当初他正在女孩家粉刷油漆，最后利用两姐妹对彼此的爱，分别杀害了她们。得知真相的保罗久久不能平静，一个善良如天使般的好人被冤枉成杀害孩子的恶魔，而不久之后自己还要为此人执行死刑，这会让他后悔一辈子。于是保罗找到咖啡，问他是否想要离开这里，可咖啡却拒绝了保罗的好意。他表示自己活得太累了，这份天使之力让他看见了太多的苦难，一旦闭上眼睛就会回想起那些痛苦的记忆。这也是咖啡一直都怕黑的原因。咖啡不想再继续这孤独痛苦的人生，也许死刑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解脱。保罗此刻也理解了咖啡的心意，他问咖啡此生还有什么心愿未了。咖啡说只是想看一场电影。在屏幕前，咖啡开心的像个孩子，这也许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刻。不久之后，咖啡也走上了绿色里程，但是对他来说，这条绿里不是死亡的通道，而是通往天国之路。咖啡本就是坠入凡间的天使，行刑时观众都大骂这个可怕的杀人魔，诅咒他会下地狱，而只有狱警们知道，咖啡才是最该上天堂的人。当电闸拉下的那一刻，他们都流下了眼泪，看着天使离开。 Well on to多年之后，保罗成了一位高龄的老人。因为获得咖啡的天使之力，他也能感受别人的痛苦。而更加让人意外的是，当年那个聪明的小老鼠一直在保罗的照顾下活到现在。我们不能根据外表去评价一个人，而那些善良的人反而承受了更多苦难。正是因为他们见不得人世间的疾苦，于是便在心里承载了更多的责任。这些责任就像沉重的石头，让人无法喘息。但是善良的人至死都会用善良的方式，他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只为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。